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5日，星期二。那么今天呢，还是继续讲美国股市啊。今天呢，会讲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星期一美股是上涨的。那么有不少网友呢，就问我美股会不会继续上涨？这次的上涨是一个反弹，还是一个反转？反转就是未来会继续上涨，然后突破新高，对吧？反弹就是涨两下啊，涨2天，它又要往下跌了啊。这个呢，我会讲出我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就是有网友问我啊，谷歌现在啊这2天成为最火的一个科技股，巴菲特啊加持了谷歌，那么谷歌能不能买啊？这个呢也是我会讲出我的看法。还有呢，就是要讲一讲我目前的这个账户，就是$2000的这个小账户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呢会怎么样的去发展啊？好，我们一个个来啊。首先呢，就是熟悉我的网友看了我不少这个聊股票和投资内容的网友呢，应该知道，2025年我一直在说最重要的能够影响美股行情的首先呢是俄乌战争，对吧？我说俄乌战争什么时候停，美股就会大涨啊，并且呢非常巧合就是泽连斯基第一次去白宫那个时候跟川普面谈，那个时候呢美国股市就基本上拉起来一波要结束这个下跌趋势。然后呢，那个普京跑到那个美国去跟川普谈，那一次呢也是的这种股市呢也是就是上升这一次是第3次了。那么这个28条对吧？什么俄乌又要谈判停止和平了俄乌又要那个和平谈判了，对吧？28条，那么美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并且呢，就是每一次这个和谈好像看起来都很牵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又是在这个美股好像下跌的感觉，大家都吃不消了，对吧？就感觉好像市场要崩盘了，这个时候好像这个谈判就出来了，对吧？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像那个关税战叫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关税呢这个东西呢我也说过就是它只是就是一个短暂时刻的一点小影响因为实质上它没有落实。就比如说很多国家要投资多少钱或者说中美的这种关税都是打打停停，然后呢又谈，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成一种市场的噪音因为像关税一直其实是这个老川自己在那边口嗨他自己在那边不停的讲，对吧？你说签这个协议，他也没有具体的，就是现在完全的落实也没有对那些厂商就形成现有的就是这些厂商的经营的情况产生了立刻的这个冲击并没有并没有。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美股要能判断这一次到底是反弹还是要反转了，继续要向上了，要创新高了，我们还是要看这一次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如果真的停下来了，应该来说是一个就是要往上走，要创新高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在上周五呢，我买进去的那个时刻呢，其实也是的就是我也是隐约的感觉到，就听到了这个谈判的这种声音，对吧那么我就选了就是一个股票好，接下来讲谷歌谷歌说实在的我觉得谷歌现在的风险很高，然后呢，这个谷歌我反正是肯定不会去买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买谷歌的时候就这几年吧，我就简单说一下，这几年我买过$100的谷歌，$100的特斯拉，然后是$10的那个哔哩哔哩然后$36的吧，这个途牛吧，就是这个股票软件叫什么？是叫途牛对吧？
还有就是像$19的这个英特尔啊，还有反正就好多吧啊，真的好多，还有一些什么涨10倍的那些股票，我就不一一说了啊，不一一说了，因为实在太多了啊。那么谷歌呢，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巴菲特啊，很多人现在买进去或者心里很痒痒，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大家看到啊，巴菲特现在加仓了，对吧？股神加仓了，是否要跟着股神在一起疯狂一下，对吧？好像听起来啊，就是很燃情的感觉啊。我觉得呢，就到底这个主意是巴菲特自己的主意，还是就是他新的接班人的主意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是第一点，对吧？我反正认为，巴菲特他过去的经历，他不怎么做这种高科技的这个股票，是吧？并且呢，就是他是抛售了苹果公司的股票，然后呢买入了这个谷歌，他大概是抛售了苹果公司的金额的1/3，他来买这个谷歌啊。然后呢，对于巴菲特的这家公司来讲，就是伯克希尔，对吧？他这个资金还有他们的投资风格，他可能投10年、20年啊。这个谷歌现在的价格跌个30%、50%，对他来讲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也能够放这么久。但是对于我们现在个人的散户投资者什么的，对吧？那么如果你去买进去，尤其现在看起来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它如果下跌30%、50%，并且3、5年都没有什么动静啊，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就是我是不会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去买的啊。谷歌$100的时候我会去买的啊，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好吧？而且我觉得就是谷歌现在的风险啊，就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现在风险已经很高了啊，就应该我认为它是不会再涨很久的啊，应该要下跌啊，这是我个人观点。第三呢，就讲讲我的$2000这个小账户啊，我这个账户呢，现在呢，其实我现在看呢是涨了14%啊，就上个星期是12.8%，对吧？然后星期一我的那个股票没有涨，但是呢，我在上周五呢，我说了啊，就是我说我后来又买进了这个股票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吧？啊，我当时说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其实呢，我当时把这个股票呢以$62的价格呢，我又把它接回来，并且呢，我拿了盈利的钱又加了一些钱，然后呢去买了一只高风险的一只股票啊。当然了，高风险有高回报，对吧？这只股票呢，它昨天啊为我带来了就是它涨了反正8%吧啊。所以呢，虽然我的就是 XYZ 啊 Block 这只股票它并没有涨，并且呢昨天还是稍微下跌的，对吧？但是呢，由于我又把一部分的资金买了另外一只股票，那只股票呢昨天涨了8%，所以呢我的账户呢还是继续在上涨的啊。那么我觉得这当中值得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买这个 block 它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啊，还是我看好这只股票，打算把它做长期，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些网友问啊，我认为它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因为从我发我认为股市要向下的这样的视频，我连续发了有3个，连续发了3个。那么3个视频呢，其实就3个星期嘛，差不多1个月，对吧？而股市差不多跌了2个月啊。那么其实这2个月当中有很多时间的机会，很多次的机会，我都可以去做一个短暂的这种短线啊，超短线就买进去赚几个点我就走了，对吧？但是我没有啊，基本上一次也没有，就没有去这么做。而我是等到了就是上星期五我才开始买进去的啊。所以呢，我其实是
看一个长期的，只是呢，就是这个股我买进去以后啊，它突然之间一两天里面它涨了12%，那么对于就是一年，如果你能稳定收益，能够有个20%30%，对吧？那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益了。何况它又短暂的就一两天就来了12%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总的在上周五的那个时候，总的我还是判断这个行情还是就整个美国的大盘的这个行情股市，我认为还是要向下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股我买进去以后，它上涨了以后，我也觉得是不稳的。所以它一上涨以后，我立刻就给它卖掉，并且现实也是这样，就它真的又跌下来了，对吧？那跌下来，立刻我又62美元又把它买回来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还是看好这个股票啊。当然了，我现在所有的这只是我个人投资的意见或者说记录啊，这个不是给大家推荐股票，或者说我让大家去投资什么东西啊，这个完全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啊，不构成投资的建议啊。那么总的来讲，我还是看好这只股票啊，并且呢，就是像我之前那样，就是100元去买谷歌，然后30元去买这个富途牛牛，对吧？或者9元去买哔哩哔哩啊，就是说我还是喜欢在一个低价位的时候去买股票的，我并不喜欢就是说去追高，对吧？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呃炒股的风格啊，有的人就觉得啊，就是乘风破浪，对吧？就有浪了，我要站在上面开始去，就像那个冲浪一样，我要站在上面去冲，对吧？啊，就是一个涨停板或者是一个大涨，我后面赶紧跟进去啊，看看能不能继续拿下2个，对吧？但我的风格不是啊，我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长时间的去买一个东西，去观察一个东西。当然了，就是可能和就是芒格啊或者巴菲特啊他们的投资理念也会有一点不同啊，因为芒格跟巴菲特他说他不会去买科技股，不会去买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对吧？或者说他觉得他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买那种传统性的东西啊。那么像这个 Block 啊，或者说你说像 PayPal 啊，我可以再说一句啊，就是我另外的一个就不是这个$2000的账户啊，我还买了一些 PayPal，因为在我认为呢，就是这些股呢都目前呃还是比较低估的啊，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股都是低估的啊，现在是一个我觉得能够看一看的一个时机，对吧？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低价位去买的啊。那么未来呢，其实我是会呃长期的去持有这个股啊。当然了，就比如说像如果我买的一个我前面说的一部分资金，对吧？差不多大概占30%吧。那30%这个资金啊，当然是赚来的啊。那么我去买了一个高风险的股，对吧？那么那个高风险的股，它涨了一波，比如涨了8%啊，甚至我认为，比如说它会涨5倍。我举个例子啊，我认为它会涨五倍。那么它如果涨了5倍以后，它带来的这个收益，我还会再去进行一个投资啊。这个是我的一种投资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大部分的资金啊去买长期的一个股，然后呢小部分的资金或者收益赚来的资金去进行一些我认为高回报的但是有一定风险的这种投资，对吧？我不会就是说完全去投资一个好像没有风险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拼的，对吧？因为你像那个芒格啊，什么巴菲特，他们毕竟能活到就是接近100岁啊，这个本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对吧？就对人类来讲，他们算是高寿的，是吧？大部分的普通人可能并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吧？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们遇到的这种时机也不一定是你可以复刻的，并且很多产业呢，也确实是在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啊。
当然了，他们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精华啊，就是说平稳投资，就是说完全的投资传统行业，它最主要的一个精华在于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就是说长期拿这个股票什么，就是在于，就是如果你一直做短线，就你人是很累的，就算你每次盈利都给你赚到钱了，但你人是非常累的啊，就你这个头脑的思考啊，或者你心态啊，或者干嘛，就这个损耗其实是无形的，就说不定本来你也能活到90多，但是因为你一直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你人磨损了，对吧？就像机器一样，然后你就活不到那个年龄了。那这样算下来的话，那还是他们那种方式更稳妥，好吧？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啊。那大家有什么疑问什么呢，也可以给我留言啊，欢迎大家讨论。想看我这个账户啊，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啊，敬请关注啊。